第二次正式的培训。那今天的我们培训内容主要是如何用 C# 写小李智能合约。在培训的过程里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互动。那由于场地的一些限制，但是我们这边会由征文坐在大家的右手边，右手边，因为电脑的投影需要在那边。但是呢，各位可以看着大屏幕。如果说需要和征文有一些面对面的眼神的交流的话，大家可以给他一些眼色，就可以了，好吧？那今天是这样，今天周末反正先讲到合适的时候，我们会有现场的一个抽奖环节，会有一个现场抽奖环节，基本上和昨天是不是换一个形式，到时候再说吧，好吧？各位如果有一些茶水的需要的话，可以在那个右后方可以有茶水，可以去取一下，好吧？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好，那个，鉴于现在我在台上的话没有办法操控我的电脑，所以说我先在台上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整个智能合约的体系。我看今天来的人也不多，然后跟昨天相比来的人也不多，但是大家可能都是开发者，可能就是对那个技术也比较敏感。那我就直接用技术的话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如何基于小李进行开发。那第一步的话，你首先得对我们小李这个技术体系小李的智能合约的这个技术体系有一点点的这个了解。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小李的这个智能合约，从昨天我讲的那个过程，就是用那个 C# 来开发编译生成了那个文件，或者说生成了那个可执行代码之后，你要把它部署到小李的区块链上面。那如果说你是在做测试的话，你可以把它部署到测试网；如果是那个正式的产品的话，你就把它部署到主网。那部署的话是通过一笔交易去发送到上面去。那么这个合约就会变成一个函数，是一个可以被其他人调用的函数。那怎么去调用这个函数？也就是智能合约如何在区块链上被触发执行呢？就有两种方式。小李会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这个触发的方式。第一种是叫做合约账户的方式，就是小李上面的每一个账户，它都是合约账户，就跟比特币不太一样。那比特币的话，它会有三种不同类型的账户。第一种是叫做公钥账户，就一个公钥就代表是一个账户。然后第二种类型叫做公钥散列账户，就是把那个公钥进行一次散列运算，得到它的散列值，这个散列值就是你的账户。那最后一种也是最神奇的一种，就是叫做脚本账户。那什么区别？区别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公钥账户的话，别人要给你发送一笔比特币，他就把他的比特币发送到你的公钥里面去。然后你要从这个公钥里面把钱转出去的话，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用你对应的这个私钥对一笔交易进行签名，然后公开你的这个签名。别人用这个签名和你的这个公钥地址的这个公钥相验证一下，然后通过了，那就证明你有权花费这笔钱。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说公钥散列账户，就跟前一种不太一样，它的可能安全性更加好一点，可能可以更多的去抵抗这个量子计算机的这个攻击。它的意思就是你要花这笔钱的时候，你首先要公开你的公钥，然后别人用你的公钥进行散列运算和你的这个地址相比较，如果是匹配的话，第二步你再公开你的签名，然后别人再用你的签名和你之前公开的那个公钥进行对比，然后如果验证通过的话，就能花这笔钱。那最后一种叫做脚本账户。脚本账户是什么概念？就是我刚才所描述的那两种逻辑，你都可以用脚本账户来描述。那你的地址就不是一个公钥或者一个公钥的散列了，而是你一个脚本的散列值。然后别人把钱打进你这个脚本的散列值，你要花费这笔钱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公开一串脚本，然后那串脚本别人对它进行散列运算和你的地址相比较匹配的话，第二步别人会运行你这段脚本。如果运行下来发现你的脚本返回一个 true， 那你的这个交易就成功了。如果你的脚本返回 false， 就证明验证不通过，就失败了。那你在这段脚本里面可以写什么东西呢？你可以写出很多的逻辑，比如说你可以把刚才那种验证公钥和验证签名的逻辑放在这个脚本里面描述出来，也可以把多方签名的这个逻辑描述在里面。那这就是比特币的三种不同的账户类型。那放到小李里面的话，小李对它进行了一种修改，就是说我们不再使用公钥账户和公钥散列账户了，我们所有的账户都是合约账户，或者都叫脚本账户。于是
你要从脚本账户里面花费一笔钱的时候，你就必须执行那一段合约代码。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种触发方式，就是合约账户的一种触发方式。那它的作用就是保护一个账户的一个使用权，就是只有被这个合约逻辑所描述的那个人，或者说那一批人，或者某种方式，才能够使用那个账户里面的钱。好，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的话，就是说我不花钱的情况下，我怎么去触发一个合约？不花钱的情况下，那就是我要通过一笔交易来调用一个合约，就像调用一个函数一样的。我通过发送一笔特殊的交易到这个区块链上，那笔交易在被写进区块的时候，它就会调用某一个你指定的函数，或者执行一段你指定的代码，然后那段代码里面可以调用那个函数，而那个函数呢，就是之前我们通过我刚才说的方式把它部署到区块链上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话会有参数列表和返回值，所以它可以识别出来。这个是我介绍的那个关于小蚁的智能合约如何被触发的一个过程，是两种触发方式，一个是合约账户的方式，一个是手动通过发送一笔交易来触发。第二点的话，我会讲一下那个我们的虚拟机，因为智能合约是通过虚拟机，智能合约的代码是通过虚拟机来执行的。这个话我会翻出我们这个虚拟机的源代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库，这个是我们小蚁的那个 GitHub 地址，这是小蚁的 GitHub 地址，上面有小蚁所有的核心代码。那一个一个介绍吧。第一个 nts.vm， 这是一个我们的虚拟机以及一套编译器的一个源代码的库，一个源代码的项目。然后第二个项目是 nts.smartcontract.contracts， 这个是一堆用例，就是我编写的今天为今天这次培训所编写的一些合约的一些样例，在这个里面我都放到 GitHub 上面。第三个 nts core 是一个客户端，它有两种版本，一个是带图形界面的 GUI， 另外一个是命令行的，是 CLI。然后命令行的话，它是可以跨平台在各种平台上面运行 ，Windows、Linux、Mac 上面都可以运行。然后第四个 nts， 这是我们的核心代码，所有的业务逻辑都在这个里面，就是区块链的业务逻辑都在这个里面，这是一个核心代码。最后一个是 nts Smart Contract Framework， 这是一个我们利用 C# 来进行智能合约开发的一个开发包。然后如果你要开发的话，就需要用到这个东西。好，我们先看那个 VM 这个代码。你可以把鼠标变大一点，鼠标变应该会比较有效。无意识我还不知道怎么把鼠标变大。这是鼠标嘛？这变大了吗？这变大了，好像是，要变大了一点。变大，再变大，变大。你打开这个项目之后，里面其实打开这个项目之后，里面有3个子项目。
第一个是 ASM 就是汇编，就是小蚁的一种汇编语言，它的这个编译器。第二个是 MSIL，就是把 .NET 的一个中间语言翻译成 Antshells 的可执行代码的一个编译器。那刚才我说我们小蚁可以用 C# 来进行智能合约的开发，但实际上的话，你用 VB 或者 F# 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支持 .NET 的语言都是可以的。它的本质是把 MSIL 就是 .NET 的中间语言翻译成那个 C# 可执行代码。最后一个是我们的 VM， 就是 Antshells Virtual Machine 小蚁虚拟机。这样能看清吗？好，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指令集，因为你要进行智能合约开发的话，你虽然可以用高级语言去进行这个开发，但是如果你对底层能够实现哪些功能不清楚的话，那你这个东西可能开发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先从最底层的指令集开始介绍起来。这个指令集和比特币的那个指令集可能会有点像，但是下面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我们先看第一块。第一块的话，是因为我们这个虚拟机是一个基于站的一个虚拟机，所以它的很多指令都是对站的一个操作。所以第一部分的话，就是这个一堆 push 指令。push 指令的意思就是把一个立即数，或者说一堆立即数，或者说一串东西，把它压到这个计算站上面去，把它压入站上面，就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后续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操作。这是一个对数据把它压到堆站上面的一堆指令集，一堆 push 指令。接下来的话是这个流程控制，那 NOP 这个空操作就不用介绍了 ，jump 跳转，然后 jump if 就是条件跳转 ，if not 就是跟它上面反一反的一种条件跳转，然后是 call，小蚁它是支持函数的，就是你可以在你的合约代码里面写好多个函数，函数之间可以相互调用，那就是通过这个 call 这个指令来实现，然后 return 就是函数返回。好，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下面一条指令是很有意思的 app call。app call 是提供合约和合约之间相互调用的一条指令。就是你本来在合约内部可以调用自己的函数，但是你通过 app call 的话是可以调用其他的合约。所以小蚁的智能合约是可以调用其他的合约，可以调用一堆合约。下一个是 syscall。syscall 这条指令的话，就不是调用一个合约了，它是调用我昨天介绍过的互操作交互层，或者叫互操作服务层这样一个东西，通过 syscall 这条指令来调用，相当于是读取或者写入外设这样一条指令。最后一个 tail call 是伪调用。伪调用是个什么意思呢？它的大致作用和这个 app call 是一致的，但是行为上面会有一点区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这个概念？就是当我在调用一个函数的时候，如果我是本函数的最后一条语句，并且我调用的那个函数的返回值就是我这个函数即将要返回的那个值的话，那么其实我是不需要通过函数调用去调用那个函数的，我直接跳转到那个函数的开头就可以了，对不对？这就是伪调用。那伪调用有什么用处呢？就是当我们在写递归程序的时候，一个函数在不断的递归，如果我们能把它每一次递归调用的时候，把它通过伪调用去调用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伪递归。这样的话，它的这个递归就可以无限递归，而不需要有这个考虑到站的那个长度问题。这就是它的一个用途，所以我们在这边指令集里面支持了这样一条指令。第三大部分的话是一堆站操作，就是对站上面的计算站上面的一堆数据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比如说交换啊、提取啊、复制啊等等等等，这样一些东西。那这些指令的话是不太需要用到的，因为我们用高级语言就可以去做了。然后是一个字符串或者说一个字节流的一个组合分割的一个函数的指令啊。下面是逻辑运算，然后再下面一块是算术运算，反正就是一些加减乘除啊、左移右移啊等等，这些大家都知道的。
倒数第2块是我们的这个密码学指令集，它里面集成了一堆密码学的操作，就是当你要用到一些密码学算法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自己去写那个算法，直接调用它的这个优化过的这个指令就可以了。最后一个是数据结构的支持，数据结构支持，它可以支持数组，也可以支持复杂数据类型。它可以把一组站上面的元素打包成一个结构或者一个数组，然后变成一个新的元素，也可以把它拆包，这就是一堆指令。那我们在用高级语言的时候是不需要自己去处理这些指令的，高级语言里面会有这样的特性。好，刚才我介绍了我们小蚁的这个虚拟机里面的一些指令集。那有了这些指令集之后呢，大家对小蚁在最底层的地方能干些什么事情，应该已经了解了。其实它也干不了什么事情，它只能说去做一些最简单的逻辑运算，做一些流程的控制，以及最简单的这个调用的方式。但是它是一个图灵完备的一套指令集，也就是说，基于它的话，我们可以编写出任意的逻辑。但直接用这个指令集去编写呢，会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会用到高级语言。好，那接下来看过指令集之后，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小蚁虚拟机的一些硬件设备。刚才我介绍的指令集呢，是属于 CPU 这个范畴，相当于是一个 CPU 或者叫执行引擎。那它会有几个内部的设备，其中有3个站。第一个叫做计算站。刚才说的那些所有的操作都是在计算站上面完成的。比如说你要做一次加法，你需要把加法的2个操作处放到这个计算站上面去，然后再调用 add 这样一个加法指令。那这条指令的背后的话，就会把你在站上面的2个元素或者是2个数字进行一个相加，最后把结果再放回这个计算站上面，你就可以继续利用站上面这个结果进行后续的运算基于这样一种模式。那这是第一个站，叫计算站。第2个是备用站。备用站的意思就是，当你计算站不够用的时候，想要倒腾一些数据的时候，你可以把计算站上的一些东西，把它移动到备用站上面去。所以它后续还可以再移回来就像汉诺塔一样的，就移来移去，就可以倒腾一些数据，这是备用站。最后一个是叫做调用站。调用站呢，其实你自己是操作不了的。是由程序自动来帮你操作的。调用站就是你每一次进行函数调用或者合约调用的时候，都会在调用站上面创建一个新的帧，然后记录下来你当前的执行的这个上下文的一些信息等等，就是这样3个站。而最后的话就是我昨天已经介绍过的，叫做互操作服务层。这个上面的话会挂接一堆服务。目前的话，小蚁是挂接了3个服务。第一个是叫做区块链账本。那区块链账本的话我打开这个代码。其实在 GitHub 上面看也挺简单的。这个 framework 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发包。这个开发包的话，里面已经帮你分装好了一堆服务。这边有2块，可以看到有2个命名空间。第一个叫做 system 的话，它是一个底层提供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接口。你可以通过 system 这个接口访问到一堆东西，比如说这个 script container 就是包含你正在运行的这个智能合约的一个容器。这个容器通常是什么呢？可能是一笔交易，也可能是一个区块，也可能是一个其他的什么东西。那这是一个容器，它会用个接口分装出来。那你在合约里面是可以访问到它的。第2个是你当前正在执行的这个合约的散列值，就是脚本散列。第3个是你当前正在执行的这个合约，它的调用者的散列值，就是你是一个被调用的合约，你可以获得你调用者的散列值。最后一个是入口点的散列值，也就是说我们有一大串调用链，
但是它的最根部的，也就是入口的那个合约，它的这个残列值你可以获取到。好，第二部分的话就是 NTGS 特有的一些服务。那其实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结构的话，你也应该知道，就是这个虚拟机或者说这样一个智能合约架构，它不一定会只用于 NTGS， 它是可以用在其他的区块链上面。那其他的区块链如果想要利用它提供一些服务的话，直接挂在这个层上面就可以了，可以跟 NTGS 平行的。挂在那一层上面，就可以提供特定的区块链的一些服务。那 NTGS 它挂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有区块账本、区块链账本。区块链账本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在合约在运行时，可以获取到区块链上面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我可以获取到某个区块头，或者获取到某一个特定的区块，可以获取到某一个特定的交易，然后也能够获取到某一个人、某一个账户的特定的一些信息。可以获取到某一种数字资产的一些特定的信息，然后具体到，比如说我获取到了一笔交易之后，我能干些什么呢？我获取到一笔交易之后，我可以访问这个交易中的所有的数据，比如说它的输入、所有的输入、所有的输出、所有它引用的输入等等都可以获取到，每一个字段都可以获取到。你返回到的这个，你得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输出列表，这个输出列表是一个数组。你可以便利这个数组，然后得到输出列表每一个输出中的每一个字段，比如说他这笔钱是付给谁的，付了一笔什么样的钱，然后支付了多少钱等等，你都可以获取到。那就是这样一个服务，这个就是区块链账本的服务。那第二个的话是叫做数字资产服务。数字资产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区块链账本得到一个某一种区块链上或者小蚁上面注册的一种数字资产的详细信息。同时，你也可以在合约运行时去创建一个新的数字资产。创建的这个数字资产可以有它的名称，可以有总量限制，可以有各种属性。然后你在合约当中也可以去发行，也可以去修改那个状态，比如说改一个名字，提供一个全球化的名字，加一个英文名，加一个中文名，加一个随便什么其他语言的名字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合约当中去控制。这就是一整套数字资产生命周期的一个 API 或者说一个服务。好，最后一个服务是叫做 storage， 也就是持久化存储。小蚁的智能合约每一个合约它都可以有一个私有的存储区域，都可以有一个私有的存储区域。那你能干些什么呢？你可以在这个存储区域里面插入一条记录，它是通过键值对数据库来实现的。你可以插入一条记录，也可以读取一条记录，也可以删除一条记录。但现在没有做便利，就是你自己的记录你没有办法便利，这个现在没有做，但未来其实也可以扩展。那我们看到这个参数，比如说这个 put 就是插入一条记录，或者说修改一条记录，它通过一个 key 和一个 value 来标识你的，就 key 来标识你的这个记录的键，然后插入的这个实际记录就是这个 value。那前面这个 context 是什么东西呢？这 context 就是一个叫做存储区上下文的意思，就是你不单单可以读写你自己的存储区，你还可以读写别人的存储区，但是这里有个权限的控制，怎么去控制它？有3种 context， 一种叫做当前上下文，也就是你自己的存储区；另一种呢是说，我是一个被调用的合约，然后调用我的那个合约，它的这个存储区的上下文，我也是可以读写的，我有权去读写。最后一个是有一个调用链，然后我在调用链的最末端执行这个读取的这个操作，那我可以访问到调用链最顶端，也就是最原始的入口点的那个合约，它的这个存储区，我也是可以访问到的。那这样做有个什么好处？好处就在于我一个合约，它不但可以执行自己的业务逻辑，它还可以变成一个函数库，它可以变成一个把对这个底层的这个数据库读写操作进行一次分装，变成一个具备更高级功能的，让其他合约去调用它的一种方式，相当于完成了一种库的一种功能。那这一点的话，我会特别说明一下，它和以太坊的这个存储的这种模式就不太一样了。以太坊它也有键值对的这个私有存储区，每个合约都有，但是它没有办法在
合约执行的时候去指定我要读写哪一个存储区。它也可以做函数库的这个调用。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有2条指令。它对于合约调用，它有2条指令。第一条叫做 call。call 的意思就是我调用一个合约，并且那个合约的存储全都在那个合约的被调用者合约的上下文当中去进行读写。那它就不能够读写我这个调用者的这个存储区了。第2条指令叫做 call code。call code 的意思就是我把被调用合约的这个代码加载到我当前的上下文里面去执行。这样的话，执行的结果就是，如果那段代码里面包含了对我这个合约的存储区的操作的话，它就如果那个被调用的合约包含了对存储区的操作的话，就是在我这个调用者的上下文去执行。相当于是它由调用者来决定被调用合约的存储上下文在哪里。而我们这套模式的话，是由被调用者来决定我要访问哪个上下文。那各有各的好处。我们这种方式的话，它的灵活度会更好，因为你在同一个合约里面可以某一些指令操作当前的上下文，而另一些指令去操作其他人的上下文或者调用者的上下文，它可以自由的灵活指定。好。然后这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可以提供的这个服务的一些接口的列表，大家在开发的时候就可以用到这里面的一些功能，后面的话我会拿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跟大家具体展示如何利用这些功能。最后一个要介绍的，也就是我们在例子之前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它的这个收费模式，就是你用任何一项服务，你总得付点钱，对吧？那一样的，就是你用这个智能合约的话，你也得交钱。第一个是它有2部分组成，第一个是你部署一个合约到区块链上，你必须缴纳一笔部署的费用，这个部署费用大概就是用小以币的形式去支付。目前的话是500小以币，500小以币在主网上面，在测试网的话上面会更便宜一些。然后智能合约在被使用者，就是你是一个开发者，你在部署的时候需要交一笔费用，但是在使用者他在调用这个合约或者使用这个合约的时候，他也是需要付钱的。他会根据每一条指令它会有不同的权重，然后来支付这个使用的费用。如果你放进去的这个钱花光了的话，那最后它这个就失败了，就执行不下去了。所以他在使用这个合约的时候也是需要付钱的。但是现在小蚁的主网上面并没有对使用这件事情进行这个费用的计费，因为我们现在刚刚开始，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这个智能合约的使用者去使用这个东西。所以说现在目前是免费的，未来这个费率是会调整的，是可以调整的。这是一个收费的模型。好，这个基本概念的这个介绍就到这里了，好，谢谢。然后这边有一个我们可以记住这个网址，这个网址是 docs.docs.antshare.org， 这是我们小蚁的文档的一个网站，相当于小蚁所有的文档都会在这样一个网站上面 ，docs 这样一个网站上面来发布。然后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如何安装运行环境的一个说明，在我们这个网站上是在这个智能合约这个分类，然后如何开始这里面，下面会有教程啊、白皮书啊、API 参考什么这些文档，大家回去的话是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按照我这边的这个教程来安装我们的开发环境，它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明，需要装哪些东西，怎么安装插件，然后如何安装编译器等等。如何设置这个环境变量，然后这一套步骤都做完之后，就可以开始开发了。打断一下，就是请问一下那个，就 Java 版的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发？Java 版1-2个月以后。现在这个版本是 C# 或者说 .NET 版本。好，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到那个场外，就是回去之后再看。然后我们打开几个例子。就是我昨天晚上编写的几个智能合约的例子。先从最简单的 Hello World 开始。
这个 Hello World，大家应该能看清啊。这个 Hello World 其实很简单，就3行代码。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我们调用了 storage 这样一个 API，storage 点 put， 就是说我要在我当前这个合约的存储区里面存放一条记录，在我当前的上下文里面存放一条记录。这条记录的键是什么呢？键就是这样一串字节串，它其实是 hello 这个单词的 ASCII 码，然后它的值是什么呢？它的值就是下面这一串的字节数组，那它就是 Word 这样一个单词的 ASCII 码，相当于我们把 Hello World 这样一条记录存放到了这一个合约的一个存储区，非常简单。其实只要1行代码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为了大家看起来方便的话，把它分割成了3行代码，这就是一个我们说最简单的 Hello World 这样一个智能合约。那我们如果想要做一个更加复杂一些的，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域名转让系统的话，怎么做？我要做一个域名转让系统，我们这个入口引 main 这个函数，它就不再是无参数的，你可能会需要接受一些指令，比如说我要登记一串域名，我要转移一个域名，我要注销一个域名，我要购买一个域名，等等，会有一系列的操作。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会需要一个操作 operation。我们接受一个参数叫做 operation， 由这个参数来告诉我们合约你现在到底是要做哪些操作，然后，比如说你要注册一个域名，如果你要注册一个域名的话，那你后面的话你就要跟上一串东西，比如说你要注册一个域名，那你后面就要跟上你要注册哪一个域名。然后你把域名的名字告诉我，于是我接收到了你这个参数之后呢，我就可以在这里面把你的域名，我就需要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说，我要先在我的 storage 里面读取，看看你这个域名是不是已经存在了。我要先 get 一下。我先 get 一下，我先在我的数据库里面查询一下，我看看你要注册的这个域名是不是已经被其他人注册了。如果已经被其他人注册的话，那你这个合约就调用失败了，你不能注册一个已经别人注册过的域名。那如果我发现我读不出来是个空的东西，那说明你这个域名还没有被其他人注册。然后我再把你这个域名通过这条 put 语句写进去，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判断的流程。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域名注册的一个合约，就是这样。第2个例子是我写的一个，也是应广大小乙交易者的要求写的一个锁仓合约，就是我们构造这样一个合约账户，把钱打进这个合约账户之后呢，你可以用自己的私钥来签名构造一笔交易，把钱转走，但是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在你设定的这个时间之前，你是不能做这样一个操作的，必须到达某一个时间点之后，你才能够把这笔钱转走，这样一个锁仓合约。这个锁仓合约的话，它会接受3个参数，第一个是 timestamp 时间戳，这个时间戳的意义就是说，我在这个时间戳到达之前，我不能够动用这笔账户的钱，必须在这个时间戳之后，我才能够动用这笔账户的钱。第2个参数是公钥，也就是说，即使到了那个时间点之后，也不是随随便便谁就可以把这笔钱取走的，必须是由这个公钥所对应的那个人才能够把钱取走，需要用对应的私钥来对某笔交易进行签名才能够取走。第3个参数的话就是那个签名，有了这个签名之后，我才可以跟这个公钥进行匹配。好，
也就是说，前2个参数是我们事先设定好的，最后一个参数是由交易发送者签完名之后再传进来的。那要实现这样的功能怎么做呢？很简单，也是3行代码。首先，我们要获取当前区块链上的最新的区块的区块头，我们要读取这样一件事情。那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要先获取到当前区块链的高度是多少，就通过这个表达式 blockchain get height 这样一个表达式，就可以获取到当前区块链的高度了。然后得到高度之后，我们把这个高度作为一个参数传进去，来调用 get header 这样一个函数。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header， 一个当前区块链上最新的一个区块的区块头。这个区块头里面会有一些信息，比如说 timestamp， 也就是说这个 timestamp 就相当于是现在最新的区块里面的那个时间戳。小蚁的区块链是每15秒会产出一个新的区块，所以当前系统的时间一定是在这个时间戳附近，误差在15秒左右，或者说在秒以内，误差是在秒以内的。那我们锁仓的话，实际上不需要精确到秒这个级别，可能锁仓都是几个月或者几年这样一个级别的时间量，所以我们只要读取到当前最新区块的时间，以这个时间为基准，就可以去进行判断。那我就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提供一个函数去获取系统当前的精确时间呢？为什么不这样做，而去绕个路说要读取区块链上面的一个时间戳？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提供了一个函数可以获取到系统当前的精确时间的话，但是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系统，每个节点当它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它获取到的时间可能是不一样的。这就会引入一个不一致性的问题，就是非一致性的问题，或者说非确定性的问题，就会使得在某些情况下，分布式系统没有办法对它们的运行结果达成一致。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所有的函数或者接口里面，把所有非确定性的内容全部剔除掉。所以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来获取当前的系统时间，虽然有秒级别的误差，但是足够用了。好，我们得到了当前的时间之后，就需要跟这个时间戳进行比较。如果当前的时间还没有到达时间戳所代表的这个时间的话，那我们就 return false， 就告诉这个虚拟机说我当前的这个合约执行失败了，或者我返回 false， 告诉验证程序说当前的验证逻辑失败了，你时间没到，不能把这笔钱转走。如果时间要求满足了，那我们就看第2个条件，就是签名是不是能够验证通过。我们执行了一个内置的函数 verify signature， 验证签名，把公钥和签名传进去，让它去验证。这个函数的话，最终会被翻译成我们刚才介绍过的密码学指令集中的一条指令，叫做验签的指令，会翻译成那样一条指令。然后这条指令运行之后会返回一个布尔值，告诉如果它验签成功的话，就会返回 true； 验签失败的话，就会返回 false。然后你把这个结果再返回作为返回值，作为这个函数的返回值。这样就实现了一个最简单的基于时间戳的一个锁仓合约。再来看一个复杂一点的例子，这个例子就稍微有点长了。这例子就稍微有点长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呢？这是我们小蚁上的一个昨天介绍过的一个叫做超导交易的一个智能合约，超导交易合约。超导交易这边我再介绍一下，它的核心含义就是说，我们要把资产，就是一家交易所，它要对用户的资产进行交易，它要把这个资产、钱和货都放在链上，钱和货在链上完成交割。但是交易的撮合引擎在什么地方呢？它不在链上，它在链外。撮合引擎在链外，也就是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交易所没有办法动用用户的钱，但是又能够帮助用户完成交易撮合。它根据用户的这个交易意愿，比如说我要多少钱买多少东西，要在某一个价格，要优于我的这个价格的价格下去购买这个东西，或者说我要以优于我这个价格的价格去卖掉某个东西。就是它会提供这样一个交易意愿，然后这个交易意愿呢会在链外由一个中心化的服务机构或者说交易所去完成它的撮合。
但是交易所没有办法违背他的交易意愿，直接把他的钱拿走，这是做不到的。这就是超导交易的一种模式。那它这个接受的这个参数就比较多了。第一个叫做代理者，代理者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公钥，它是一个公钥，就是说我刚才提到里面有个角色叫做撮合服务者，或者说叫做交易所的一个公钥，要把它提供进去。这样的话，只有那个交易所才能够在链外对它进行撮合。第二个是资产编号，资产 ID、Asset ID， 就是我要交易的这个资产的品种是什么，它必然是区块链上面的注册好的一种资产的一个 ID， 只能对区块链上的资产进行这个撮合。第三个是我的货币类型，我要用哪种货币来进行交易，也是一种资产类型。第四个 client 就是我自己，我要把一笔钱用一笔钱去买一样东西，我要把这笔钱打进这个超导交易的合约里面去。那最后，如果我想撤单，我不想买了怎么办？我得有能力把这笔钱取回来，这就是这个 client 的作用。只有这个 client 所对应的那个私钥签名之后，才能够在违背交易意愿的情况下把钱取走，就是所谓的撤单。way 就是方向，就是我交易的方向，我是要买还是要卖，是一个布尔值。price 就是价格，我要以什么样的价格来购买，或者以什么样的价格来出售。那交易的撮合者可以用优于这个价格，比如说我想2块钱买的，但是你1块钱就卖给我了，那我也是很乐意的。但是你说你要3块钱卖给我，那我是不行的，这就是一个 price。最后一个是签名就是我要花费这个合约账户里面那笔钱的时候，我需要做一个签名。签名的话可以有2个人来提供，一个是 client， 就是我自己。当我自己去签名的时候，我是可以无视其他条件，直接把这笔钱转走的，也就是这行代码。我会先去验证这个签名，如果这个签名是由 client 来签的话，就直接 return true， 这笔交易就一定会成功。所以它是可以没有任何条件把钱转走的。那第二个人就是 agent， 这个代理商。代理商如果这个签名是由代理商提供的话，那么他必须符合下面的所有要求。如果这个签名不是由代理商提供的话，那直接 return false， 就是由一个第三方的人提供一个签名，这个签名一定是无效的，所以就 return false。好，那么从这一句代码往下之后的所有逻辑都是去验证代理商有没有按照你的价格预期去进行撮合交易的一段代码流程。它会先判断这个way，就是交易的方向，然后得到你输入的这个资产 ID 和输出的资产 ID， 然后会便利你的这笔交易当中的所有的输入，去找出你输入了多少钱，然后把你所有输入的这个钱找出来，然后再通过这样一串东西去便利你这笔交易里面所有的输出，把你所有输出的钱全都找出来，哪些是打进你自己地址的，哪些是被花费掉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出一个输入和输出之差，也就是你花了多少钱，得到了多少东西。最后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之后呢，要跟你的价格进行比较，看看是优于你的价格还是劣于你的价格。如果它产生的这个就是货的总量和钱的总量相除之后，得到的价格是差于你当初设定的这个价格的话，那么我就 return false， 因为这个价格比我差。就是这2行代码，就是针对买和卖2种情况进行不同的判断。如果是价格差于我的设定的价格的话，它就会 return false。最后就是价格等于或者优于我的价格，那我就 return true， 你可以完成这笔交易。这就保证了这个交易所它没有办法乱用用户的钱，它只能按照用户的交易意愿来进行撮合，而这个撮合的过程是在另外完成的。这个过程可以每秒上万、上10万、上百万都没有问题，按照它交易所自己的数据库的速度。但是最后资金的结算会通过这样一笔超导交易的模式发送到链上，在链上进行结算。这就是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这个合约。好，
这个案例我都讲完了，相信大家也已经跃跃欲试。那有什么如果看了这些案例的话，在网上 GitHub 上面看这些代码的话，我相信应该可以开发出一些简单的合约，包括之前那个环境的安装都是有一个网页的教程的。那大家现场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向我提问。开始之前，我们来那个抽奖环节啊，抽完再开始后面的简单的一些，很简单，和昨天一样，大家准备好，我会在那个培训群里面，如果还不在培训群的话，赶快找周围人拉你进去一下。我会在培训群里面发一个红包，这个红包拿到红包数量最少的人就能够拿到200小礼物的奖励，200小礼物的奖励，好吧？那我就要开始了啊。是不是50个太多了？到现在还没有抢完。应该弄30个，算了，就这样。我也去抢一下。抢不完怎么办？再来一次吧，再来一次，这次少一点，这次15个红包，手快一点。好，所以是谁呢？0.26。0.25是哪位？哎，恭喜你！有什么获奖感言？谢谢小雨平台。那个事后来私聊我啊，是吧？包括昨天那位今天在不在？可以私聊我。OK， 然后接下去就是我要讲最后一点，接下去咱们就跟政府沟通啊，我待会要先走。我们的智能合约所能开发的东西，图灵完备嘛，就什么都能开发。那具体哪些更加合适于区块链，或者哪些更加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和追捧呢？非常简单，我们去看以太坊上面开发的历史的一堆的项目，它但凡比较出名的，或者说已经 ICO 的，或者即使没有 ICO 但是被认可的一些项目，就是这么一回事。绝大部分的 ICO 都是有比较详细的白皮书，以及是开源代码的，当然有些没有的，包括有些它的智能合约的部分只是它整个项目一小部分，但是这些项目都会有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乃至于网站，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历史的各种各样的项目。那以太坊的项目在哪里去看呢？两个地方可以去看，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地方叫以太坊爱好者，就这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叫做国际上最知名的 ICO 的网站，叫 ICO List。就这两个方向，一个是 ICO 的网站，一个是以太坊爱好者，这是一个中文网站，上面可以选大量的以太坊的项目以及它的一些 coding。那这些都是比较受到市场认可的。当然我们自己有自己想法也非常好，包括你不用智能合约自己写一个区块链，我觉得也很好。好，我就写这个东西。谢谢。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对开发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我问一个，就是小米的那个账户，它是一个合约，对吧？但是它那个余额的载体是什么呢？然后它是怎么去控制它那个账户的那个余额的？余额的载体它跟以太坊就不一样，就是以太坊它有两种不同的那个，首先以太坊它有两种不同的账户体系，第二个是以太坊它有两种不同的资产体系。先说账户体系，以太坊的账户体系它有两种，第一个是叫做那个公钥账户，第二个是合约账户啊，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但是跟这个没关系。第二个是它有两种不同的资产体系，第一种资产体系就是跟我们一样的，或者说跟比特币是一样的，是基于它底层的一套逻辑去做的，它只能做以太币的转账，这以太币它的这种载体是记录在全局状态里面的一种
或者说那个以太币它是记录在整个系统的全局状态里面的一种资产，而其他的所有的在以太坊上面创建的数字资产，它都是记录在某一个合约的私有状态里面的一种载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理解啊？就是刚才小蚁上面有 storage 点 put， 你可以 put 的时候，你可以放，比如说某一个账户，然后它有多少余额，它的 key 就是一个账户的一个公钥，比如说，然后 value 就是它的一个余额，你可以通过这样一套 get put 的机制模拟出一套那个以太坊的资产的一个模型。啊，那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小蚁的那个有就是类似一个以太坊的 token？不是，以太坊的 token， 刚才我介绍的是以太坊的 token。小蚁虽然也能这么做，但是我们不推荐这样去做，因为小蚁可以在智能合约里面创建数字资产，把那种数字资产记录到全局状态里面去，就跟小蚁股和小蚁币在同一个层上面。这样的话，一个好处就是，你小蚁股和小蚁币的钱包是直接可以无缝的去操作你的智能合约里面创建的这个数字资产，而且小蚁是基于 UTXO 的，它的所有的资产都是基于 UTXO， 不是基于 DNS。就这样一个载体。啊，谢谢。还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那个刚才好像那个。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举那个域名的那个例子啊，那么比如说因为有一个当前上下文嘛，对吧？这个当前上下文，那么它是指全局的当前上下文，还是指那个我自己的一个当前上下文？那么我比如说我注册了这个域名，那么我这个域名是在整个小蚁区块链上面有效，还是说只在我的这个合约里面有效？然后一个一个来。你说在哪里有效，在哪都是在哪都是无效的。你在这里面注册个域名，人家你浏览器里面也识别不出来，对不对？它只不过是记录了一个模拟的一个域名登记的一套状态。那这套状态是记录在什么地方呢？记录在我刚才那个例子里面是记录在你刚才编写的那个合约的上下文里面，也就是它的这个私有存储区里面的。那如果你想要让基于这样的一套的域名系统能够工作的话，能够在浏览器里面工作的话，那你这个浏览器势必要能够有能力去访问到这个合约，或者访问到区块链，然后通过区块链访问到那个合约，然后读取里面的东西，然后才能够正常工作。OK， 明白。还有问题？那我再补充就是基于那个刚才那个问题，就比如说这样的，那个我现在想维护一套系统，比如说就维护那个我的年龄嘛，对吧？比如说维护我的年龄，我先注册，我可以把我的信息通过 storage 点 put， 然后先放到区块链上，对吧？那么我可能比如说现在是18岁，然后我明年是19岁，那么我更新它的话，就是我等于说我再发一个智能合约上去，对吗？你不是再发一个智能合约上去，而是再发一笔交易，那笔交易里面会去调用一个智能合约，然后把你要更新的这个状态，然后通过参数传进去，然后去执行那个智能合约去更新它的状态。OK， 那么比如说，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说，他如果想获取我的这个最新的年龄，他们应该怎么办？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他只是想看一眼的话，那他可以用上帝视角，他可以看到区块链账本上的所有的数据、所有的状态，包括所有的私有状态，都可以看到。这个是从区块链账本的角度去看。那第二种的话是说，他想要把这个合约里面的数据当成另外一个合约的某一种输入，或者它的计算中的过程中的一种数据。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就需要去调用你这个合约，然后你这个合约可能会开放一个接口给他，告诉你你这样调用，我就可以把我的里面的某一项数据返回给你，作为函数的返回式返回给你。OK， 那么关于你说的第一点，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发了一笔交易，我在区块链浏览器上通过 TSID 我是可以唯一确认这笔交易的，对吧？对。那么我怎么让别人去确认我的这个年龄是唯一的？比如说其他人他也可以 storage put 一些信息，那么我怎么把这个东西就是唯一化？这个唯一化你合约自己来保证呀。
合约你因为合约也有比如说你这个合约是一个，就像你说的是做一个年龄登记的，比如说对吧？那肯定是你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我只有自己才能够登记自己的，我不能修改别人的，随随便便改别人的年龄，对不对？那我修改的时候肯定需要一些身份验证的东西，比如说我要传个签名进来，你验一下是不是这个人签了没，你才能够让他改。那就这样一套机制啊，就是你在合约里面自己用逻辑来控制。基本没了。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了，那就结束吧。我可以再提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一个可能跟今天编程不是特别直接相关的问题，因为最近爆出来就是今天还是昨天就是这个勒索病毒的问题。那么我想问一下子，咱们小乙的话专门做这种安全漏洞的测试，因为我平时自己买了一些小乙股，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些安全漏洞的话，我相信小乙股的话，价格会非常的跌下来，所以说我不知道我们对这块是怎么看或者怎么处理。你说的是比特币那个勒索的事情啊？对对对。它跟比特币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对对对。它是因为那个操作系统的漏洞，或者说是由于人们这个自己安全意识的问题，中了病毒，然后那个病毒把你电脑里的资料进行了加密，然后要求你支付比特币给他。但比特币在这里面只是作为一种支付工具，并不是它漏洞的这个来源。所以说，你说要防范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做不到的。这个是一方面是要操作系统自身要提高它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等级，另外一方面是要求用户他能够有非常良好的安全意识，不要去随随便便下载一些来路不明的软件啊什么的，不要去中病毒，就是这样。这个非常理解，因为我也知道这次比特币只是作为它勒索的一个目的嘛。但一般来说的话，区块链本身有没有说安全漏洞的可能性？将来会被黑客所利用，造成了整个区块链这个某一种区块链资产的这种迅速的这种贬值。就比如说，体现最直接的，就比如说比特币的价格或者小乙股的价格突然下降。有可能的，有可能。就是比特币当年出过一个事故，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清楚？就是比特币它的面额，就是比特币的面额，或者说它的币值，它是有一个上限的，就是它是一个八字节的一个大整数啊，长整型的一个整数。那它实际上是一个无符号的，但是有人发现了这里面一个漏洞，就是如果我提供一个负数的话进去的话，它是可以被那个。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的活动。那么后续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在群里面，就是通过群聊或者私信的方式向正文提出。我们5月25号的开发者大赛，欢迎大家报名参与。现在大家也可以尝试着用这样的一个小乙或者其他的语言架构来做一些开发。如果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的沟通和交流。谢谢大家。那么下一次我们的讲